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有遇过，我个人认为比较难解，就是冷气会有狗味或猫味哦。冷气会有狗味或猫味哦，洗冷气的人说可以处理，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味道，但是你开久就好了哦。所以它这东西也不是说完全无解。我也有去看过一间房子，就是反正夏天去看了，所以房仲先去开冷气，那个狗味就很重。我说之前养狗，他说对现在这个不是，那房间都请人清过，这是冷气的味道。所以我特别去查，他就说什么冷气要喷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银离子还是什么去喷，然后它久了以后，它那个狗味猫味就会逐渐消失。我个人认为还好啦，那我也不知道哦。我想办法先试个1-2间之后，然后看看养宠物的房子的软装这边能不能被我做出什么东西哦。有的话，我再拍在会员片跟你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成为这个可宠市场的前面去吃市场红利的房东，这样也是不错哦。弄一间宠物宅来出租会好吗？先说结论好啊。我自己要改房子，我都是瞄准那个宠物的哦。光是高雄就23万只家犬跟16万只家猫，这还是有登记的哦。那这个宠物宅的市场是真的是越来越大，而且是大起来速度非常快。你看以前没有什么宠物旅馆这种东西嘛，那现在都街头巷尾都会跑出来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说2025的租赁相关法条的变化哦，然后增贷可以用在哪里？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说，弄一间宠物宅来出租好吗？哦，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宠物友善成买房新指标，北市这3区入列，养宠最方便哦。那它的内容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养宠物啊。2023年的全国家犬跟家猫的饲养数量将近280万只。然后我补充一个我查到的资料哦，2023年全年的全台累积猫犬登记是23万2196只，这数字一定是不准的嘛，因为那个猫狗那边生又很快哦，我这边念这个数字都过时了。那这数字是指2023哦新增登记的数量，然后该年度的新生儿是13万5571人，你看，也就是说该年度登记认养的宠物数量就比新生儿还多快10万哦，夸张。那我们再来讲这个报道，就是他们发现中山区的宠物店最多哦，房地产的交易量也是最高的。另外有一张比较图，那这个图你参考就好，我觉得相关的系数是有点薄弱啊，所以你要知道高雄的毛小孩多吗？哦，那我看了这张图以后，我当然就查了一下高雄的宠物数量，看了以后我有点吓到呢。高雄的家犬哦，就狗啊，有23万哦，是全台最多的，然后家猫有16万只，全台第2多哦。只输给台北市而已啊！前几天不是有那个比特犬的新闻吗？就是这个咬人啊，然后那主人好像怪怪的，在那边叫什么什么，它的生命啊怎样怎样。好，这个比特犬全台湾有快4000只，好，其中500只在高雄。没想到高雄人那么喜欢养狗哦，还喜欢养到烈性犬哦这也合理啊，因为高雄的房子相对台北来说大很多，然后绿地什么的也比较多，所以如果你养狗的话，要带它去散步也比较方便。我观察是。高雄很多人都是养大型犬哦，小型犬啊，像什么吉娃娃、博美哦，是比较没有像台北那么多哦。通常这个时候北部比较喜欢养小型的。那最后你要知道，弄宠物宅出租的好处，我这样看一看哦，我真的觉得弄一间宠物宅来出租是不错的投资跟选择。至少在高雄就是这样，这么多人养宠物，那确实很值得一试。而且你看现在哦 ，FB 还有这种台湾宠物友善租屋平台哦，里面有3.4万人，代表说你的房屋出租啊，如果你写可宠哦，那这真的是刚需，因为这个房客租房子就很难租了，然后他也不希望乱搞，然后被赶出去，然后要搬家，然后又重新面对这个难租，这样这个是真的哦。像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台北租房子，然后已经说要搬家，说至少2年了搬不走，为什么？就是现在的房东可宠啊，他之后他就问。到处都没那么友善，如果有可宠的话，通常都很贵嘛。我们就闲聊哦，我就问他说，你要搬就赶快搬，一直不搬。他说他养猫了，他真的是找不到下一间说可宠的房子，只能想说偷养，可是偷养的话又麻烦，又怕到时候房东就赶他走什么的。说可宠的不是没有哦，要么就环境都很差，就看起来就是一个老破小，然后就算了，放生不管，然后跟你讲可宠哦，要么就是超级贵哦。就这样，所以才会一拖那么久。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不是说可宠就可以？”然后他又讲了：“哦，我的猫比较胆小，所以他要隔音比较好的房子哦。然后又要你看这些条件加上去，
真的就是很难找。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没有被重视的市场的证据了。我们只要好好的整理房子，然后弄一些宠物友善的装潢啊，这样毛小孩的爸妈就搬不走了哦，长期稳定收租。好，那个宠物友善的装潢，我看一看也还好，也没有很贵。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你有能力自己整理房子的情况之下哦。那你去弄，你要是连装潢什么你都是请人家专门来施作，那你当然贵啊。哦，那以一间空屋整理到可宠出租，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很贵的哦。沙发猫抓布哦，那个猫抓布我八卦的时候在讲哦，然后地板换一下，宠物也还好啊，宠物又不是什么破坏力很强的，那破坏力真的很强的，会拆家的那种哈士奇啊，或是小只一点的金毛啊哦，那怎么样？那就是打合约的时候讲好这东西多少钱，如果弄坏要赔，就这样而已啊。然后你退租的时候还是要赔哦，赔2成或3成的价钱之类的，就是这样啊。我的剧本不是都去买 IKEA 吗？我为什么要选 IKEA？ 第一个，它一定是安全的嘛。它国际大厂，它如果有甲醛，不是早就被人家告到病里哦。那它就安全。然后再来是什么？它明码标价哦。那免整，反正你的那个宠物咬坏了这张茶几，那个 IKEA 多少钱？现在在特价中，你是赔我这个就对了哦。按那边整，那租客都是同意的哦。那如果你要再顶一点的话，就是什么猫的爬架哦，什么猫的跳台，我觉得那个。有养宠的人自己就会去准备了哦。我刚才看哦，我讲的那个宠物友善租屋平台，它里面的房子也没有特别厉害啊，就是一般的装潢，它只是说可以宠物入住而已。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哦，真的弄了一间这个针对宠物去开发的房子哦，装潢布置的房子，这个租金绝对是可以拉得很高的，而且房客他不应该会轻易搬走，因为他就找不到下一间这样的房子嘛。我已经在整理一间，我就真的要可宠，而且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直接要2只大型犬的那种哦。你说我这样会吵到邻居没有？那个邻居的狗们整天在叫的比我那个还大声，所以 OK 啦啊，就来互相伤害啊哦。2只大型的狗，那个应该是以宠物来说破坏力最强的吧？你猫的破坏力也没狗强啊。那狗对，好，我来试试看我租金能拉到多少。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
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赖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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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只赖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赖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你看一下我的影片我有拍一集隐形铁窗隐形铁窗，我当然知道现在隐形铁窗法规很奇怪，就说你家里要65岁或是12岁以下儿童你才能装，但我管他的嘞，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需求跑在法律前面我就先装了啦，管他的，这个也是本来就是来防小孩不然就是宠物的本来就是隐形铁窗那一集时间有点长，不过你去看，我就把施工过程跟价钱全部拍出来。我为什么要去装那个隐形铁窗，就是我觉得要来个壳虫日后要来个壳虫而且我装的那个是等于是最贵的，间距最密的2.5公分，让鸽子飞不进来，它不能进来大便然后猫也出不去猫这边抓它也钻不出去，不是说猫是液体吗那隐形铁窗我个人认为可以用然后这个钱确实是成本那就可以花嘛。那这个钱你要花之前你就想好，因为你一定要花了以后，你干脆就是它的间距有分5公分2.5公分就大概是这2个版本，也有人做3公分。那我说你要想好，就是说你的自产收租的房子你都要装隐形铁窗的，我会建议你直接上2.5公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用5公分的间距，你只能租给养狗的如果你用到2.5公分，你可以租给养狗也养猫的因为间距5公分那个猫还是钻得出去就是这样我讲一下那个猫抓布就我觉得没比较厉害这是没比较厉害。我现在比较 prefer 的解法是什么？就是 IKEA 便宜的沙发，然后它是可以换布套的可换布套的 IKEA 沙发，我觉得用那个就好了就是猫抓布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贵那我觉得它真的是没有比较厉害，猫那边抓还是破给你看，那你干脆就是用那个可以换皮的沙发换布套的沙发，然后爱抓就来抓，会破就来破破你就要赔我就要赔我一个新的什么不是沙发，你赔布套就好，这大家就能接受了对不用去买那个科技布猫抓布，我个人是认为不用到这种程度沙发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其他也还好这真的还好养大型犬那个有在顾的不会让房子多么糟糕啦你会挑租客吗？你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租一个8+9吃槟榔又刺青牵2条大型犬牵2条比特犬，你要租给他那我会说日后出事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好啦你就是该用的有用这样就好，然后邻居有能接受，然后公约什么的弄好。养宠物最怕什么？家具被破坏破坏就来赔这个明码标价那我们打合约的时候把所有的IKEA 买的家具家电窗帘什么的通通都写下来这个东西当初买多少钱那他同意他来签约，如果后来要赔就是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有遇过，我个人认为比较难解，就是冷气会有狗味或猫味冷气会有狗味或猫味洗冷气的人说可以处理，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味道，但是你开久就好了所以它这东西也不是说完全无解。我也有去看过一间房子，就是反正夏天去看了，所以房仲先去开冷气那个狗味就很重。我说之前养狗，他说对现在这个不是，那房间都请人清过，这是冷气的味道，所以我特别去查，他就说什么冷气要喷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银离子还是什么去喷，然后它久了以后，它那个狗味猫味就会逐渐消失。我个人认为还好啦，那我也不知道我想办法先试个1-2间之后，然后看看养宠物的房子的软装这边能不能被我做出什么东西有的话我再拍在会员片跟你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成为这个可宠市场的前面去吃市场红利的房东，这样也是不错我个人认为大概就是这样。宠物的破坏力不要强啦，大家都夸大了。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底气？就是我的家具跟软装根本就是拿来准备被它破坏的
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其实剩下的什么东西都很好处理，好不好？真的不用太过自己吓自己，大概就是这样。不然你认为一间房子租给养宠物的人会有什么问题啊？请你在留言你想到什么你就写什么，我要统计一下那个问题，然后我看看有什么解法我再去慢慢研究。你有想到的你就写。养狗养猫应该是大宗吧？我之前还看过有人养一些很奇怪的动物，那个叫什么狐獴。我在中央公园散步的时候遇到狐獴，养狐獴，就是那个蓬蓬鱼钉满的那个狐獴，他们站起来这样养那个，我觉得那个没什么吧，那个有什么好破坏的？它看起来战斗力那么弱，然后还有养蛇养鱼应该不算可宠，我觉得鱼又不会吵，还有养什么养鸟我也不知道，你帮我列一下，你觉得宠物的人他会怎么去破坏房子？我想说，针对这些问题，我来看有没有办法一一去处理啊。如果有被我处理出来的话，我就再拍影片跟你讲。